好，在这个单元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下演化的取向，或者是基因对于性格的影响哈。那其实很多的研究都显示出来，基因呢有一定的程度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性格哈。尤其在比如说我们比较双胞胎同卵的双生跟异卵的双生，还有这是一般的这个兄弟姐妹，都可以看得到这种基因遗传的这种影响的这个重要性哈。普遍来说我们人类的这种心理的特质，包括你基本的能力跟智力大约有60%到70%跟这个遗传有关，或是基因来决定的。那么下一个很受到基因或者遗传的这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性格的部分，大约有50%的这个 percent 哈。其他像是所谓宗教的信仰，或者是政治的信念的，或者甚至你的职业的倾向的取决，大概就只有30% 到40% 哈。这是我们一般得到研究的这个资料，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基因或者是从演化的角度可以看到，它对性格的这个影响。其实基因跟这个环境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在这边大概没有办法把它交代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有几个点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即便你有特定的 genotype 基因型，它也要有一定的环境才能把它诱发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有某些的疾病有它的基因型，可是如果你的环境都 OK， 你没有什么样特殊恶劣的条件的话，说不定你也不会有这个疾病产生。那性格也是如此哈，就是说你有这样的 genotype， 然后有一定的环境呢，在导引你朝某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儿童的这个遗传的特征，也就是他的这个基因型跟他的环境之间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相关性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父母他有的时候会刻意的去制造一个跟他可能有的基因型刚好相反的这样的环境譬如说一对父母他可能都自觉到自己是内向的这个性格，所以呢不希望小孩子长大了也跟他们一样非常的害羞或者内向或者保守，而就会也许在他的生日或者各种的可能的条件下制造一些他与其他的小朋友活动这个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机会，来改变他的基因型可能的影响，那这个也是可能会存在的那我们说天生下来这个基因型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会去影响你所在的这个环境特别是心理学家整理出来大概有3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我们说是reactive 的 interaction， 就是比较反应性的这种互动或者这样的一种模式。这个指的就是基本的大不同的人他的基因型上面的这个差异，他对于相同的外在环境的刺激，他会有不同的反应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第二个我们称之为evocative interaction。这个 evocative interaction 是指的说有点是诱导性的这个互动也就是说我们的个性虽然受到我们基因的影响，我们的基因让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或者展现出什么样的性格的时候，会引起他人对于我们的性格或者对于我们的行为的这样的反应，就是诱发或者是引导他人对于我们的这个互动这是我们有的这个基因做出这个行为，然后别人呢也会对我们有一定的方式来跟我们这个互动。第三，我们称之为 proactive 的 interaction。proactive 的 interaction 是指的说怎么样能够正向积极的去导引就是你所在的这个环境，也就是当我们长得更年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点能够安排自己所要的这个环境然后让我们这个不会再受制于当年成长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这是称之为 proactive 的 interaction 所以即便你有这个基因型，但是你跟环境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可能是一种被动的影响，可能是诱发他人对我们影响，还有一种是说你自觉性的可以去改变你的环境让你的基因型在有一种不同的这个展现那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所谓在这个同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子女，虽然他的这个似乎他有共同这个环境，可是为什么同样的这个环境当中成长出来的兄弟姐妹
确实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可能就跟他的那个基因型有一些关系。这里面讲的指的就是说，当这个父母愿意让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这个弹性或者是自主性，来安排他们的环境的时候，那实际上他们被动的受环境的影响，这个成分就会越来越小，反而是越能够凸显彰显他们所与生俱有的基因型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会去让我们看到说，虽然同样的这个兄弟姐妹，他们都生长在非常相似或者是共享的这个家庭的环境，可是有点像我们俗话讲的一样米养百种人的那种味道他们成长出来之后，还是有各自发展不同的这些地方。这也就是说，如果父母或者配合子女的这些个性上的这些不同，愿意让他有弹性的、自主的，然后很自由的这个发展的话，那么个人与生俱来的基因型就可以去突破我们在同一个家庭共享的环境的这样的影响，而展现出来个人的这些独特性。